壓上咧所有嘅積蓄，抵押埋自己嘅房產，就湊咗500萬出嚟咧，開咗3間嘅門店。做生意定打工好啦，真係要八字。原來嗰支命係冇做老闆命水咧，你搞乜生意都係會虧本。咁到咗2024年咧，因為資金斷裂，門店咧就全部關閉。點解最尾咧都係要 PK 嘅咧？係咪我連搭啱風口都冇機會可以發圍嘅咧？佢成功咗、致富咗，梗係我寫本書啊！失敗嘅例子大把啦。你唔單止要知道自己嘅能力圈有幾大，仲要知道自己嘅邊界喺邊度。卦象拆解時代，數據占卜人心，歡迎嚟到融合東方玄學同西方經濟學嘅解惑對談節目《財源廣進》。三位老師好，你好，你好，你好。喺今日節目開始之前咧，我係想問老師一個問題啦。你哋知唔知咩叫做雲貴村 Bistro 咧？我又未聽過啦。我都未聽過，但係呢個名幾新奇啊！因為今日嘅呢個話題咧，我專登咧就係做咗資料搜集嘅。咁啊，雲貴村 Bistro 咧就係雲貴村菜系通過咧就特有嘅產品，而呢啲所謂嘅產品咧，其實咧都係有獨特嘅道地性，經過咧洋為中用嘅方式喺市場上咧進行體現，所以咧雲貴村菜因為咁樣咧就有咗加成，人頭嘅消費成本咧就提升咗50%啦。冇錯啦，佢咧1年之間咧已經有1700幾間，而且你高峰等位咧要200台以上嘅。老師覺得呢個項目投唔投到啊？因為今日求助嘅我個 friend 啊，佢就係最近有筆錢，佢又覺得呢個風口好好，佢又想問三位老師話：你哋建唔建議佢投資咧？我講講我嘅諗法先啦。如果按啱先我哋小編講嘅一個市場情況，已經大熱㗎咯噃，大熱就好容易倒灶㗎噃。係啊，如果係我咧，我就梗係唔會追大熱嘅方向啦。通常咧一窩蜂嘅生意同埋股票咧，通常都係唔咁好嘅。冇錯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佢呢個啱開始嘅時候已經咁爆，咁可能係一個新嘅趨勢嚟嘅點為喎。之啱啱開始先？幾時先開始先？佢都係依2年嘅啫嘛。咁如果咁一個新嘅菜式，即係好似以前嘅太二咁樣，太二酸菜魚，佢火咗好多年㗎。咁如果係咁樣對比嘅話，咁其實而家可能啱啱開始嘅啫。好，咁今日咧其實求助呢位朋友咧叫做黃總，佢係經營咧傳統嘅服裝生意嘅。喺2021年咧，咁見到咧自己啲利潤微薄啊，就覺得好焦慮喎。中意刷視頻嘅佢咧，就見到一個新嘅風向，叫做國潮概念咖啡項目，所以咧當時決定咧就關停經營咗20幾年嘅外貿服裝公司，壓上咧所有嘅積蓄，仲要抵押埋自己嘅房產，就湊咗500萬出嚟咧，喺核心商圈開咗3間嘅門店。嗱，開業初期咧，佢靠燒錢去營銷咧，門店的確火過一陣嘅，但係你知啦，賺到人頭就賺唔到錢啊！咁到咗2024年咧，因為資金斷裂啊，所以咧門店咧就全部關閉嚇。黃總咧就覺得好氣餒，喂，自己明明都踩啱節奏㗎啦，點解最尾咧都係要 PK 嘅咧？咁樣係咪我連搭啱風口都冇機會可以發圍嘅咧？咁樣係啦，所以因為依家黃總佢又見到雲貴村 Bistro 呢個風口啦，佢就諗住用最後嘅幾百萬投資落去。幾位老師覺得適唔適合咧？嗱咁啦，我答先啦。始終做生意定打工好啦，真係要八字，要睇個八字，你知命水有冇做老闆命水先。原來嗰支命係冇做老闆命水咧，你搞乜生意都係會虧本。睇翻呢個朋友個八字咧，你個朋友係火命人啊，但係五行欠木，冇咗貴人力。做任何嘢打工又好，做生意咧，多多少少有啲丁點嘅貴人力先會比較好啲嘅。你一滴都冇的話咧，就真係做乜嘢都唔成功啦。即係打工又唔容易升職啊，冇乜老闆賞識啊，冇乜貴人去幫啊。喂，唔係喎，張老師，如果佢又冇貴人力，佢邊嚟咁多錢可以投資完一次又再投資2次咧？嗱，睇翻佢之前啊，佢之前行嗰個運咧，
雖則佢係行癸亥大運，癸亥個亥咧個地支藏干係壬甲，都有丁點個甲木去幫翻佢。哦，但係咧嗱，講翻啦嗱，之後咧佢係行甲子，個甲咧又出現啦。嗱，咁啊都有貴人力喎。係咁但係咧個子咧就合咗個命盤嗰個申子辰，申子辰咧合化咗變為水。個水咁強嘅情況咧，佢克住佢個日元嘅火，水克火，即是代表佢做嘢好難成功啊，好多掣肘啊，好多阻力啊，工作事業金錢好大壓力啊，所以變得唔容易成功。咁依家咧嚟到2025年咧，呢個大運佢行咗幾年？而家呢個大運裏邊咧，就仲有一年，2026年開始進入一個新嘅10年大運㗎啦。所以其實咧並唔係已經去到最差，有可能係下一個最差嘅開始喎。係啊，所以就係佢開始踏入呢個情況的話咧，令到佢個心態上改變咧，而導致佢個運咧行起上嚟一種戰戰兢兢、壓力緊張嘅情況。嗱，其實咧人要知運啦。啱先咧，阿文輝好明顯咧就有問題想問啦，係嘛？喂，你想問咩先？咁如果按照振雄老師講，咁佢個運喺呢度，即係話好似後邊都仲係要小心啊謹慎咁樣樣。咁有冇機會可以去改運咧？可以，因為小溫本身佢嗰個運咧裏邊咧合咗申子辰嘅水，而咁強嘅水咧，佢做嘅行業同埋職業裏邊咧係屬木的話咧，有咁強嘅水生翻個木的話咧，咁令到佢嘅事業運咧反而會更加相得之一彰。咁如果按照木運呢個守則啊，即係其實佢原身做嘅行業好啱佢啊。係啊，佢做服裝啊，或者甚至乎其他行業做木嘅性質嘅行業的話，都係容易成功。但係如果做火啊、飲食啊、餐廳啊、雲貴村 bistro 啊，咁啊都係屬火，咁就難以成功啦。阿振雄老師啊，就振聾發聵咁話俾你聽咧，你要由木出發啦，係嘛？而作為我咧想再次點醒嘅就係、你啱先講到嘅雲貴村 Bistro， 實質咧已經唔係風口嚟嘅啦。我睇翻咧2024年呢一個市場嘅規模咧已經去到340億。即係講明咧，嗰個市場嘅競爭已經極其白熱化，而嗰個閉店率咧，亦都極其之高。去到2025年嘅上半年咧，其實我哋見到雲貴村相關嘅餐店咧，已經突破咗咧，就係4.2萬家。喂，大佬，依家做餐飲咁容易做啊？咁多競爭對手喺呢個時候，你想發圍喎？有機會嘅。嗱，你揾資本幫下你手咯，叫阿文輝老師同你揾10支20支水喉射住你，可能得嘅。係啦，咁但係我哋射之前都要考察過你呢個項目、你呢個行業未來嘅一個空間有幾大。咁所以作為你如果作為一個老細或者一個投資嘅，咁其實呢個時候你就要考慮，究竟你未來可唔可以喺短時間裏邊搶佔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市場嘅佔有率？亦都係咁講啦，即係有啲書咧講啲成功人士咧，就自己點樣成功啊，點樣去可以發達啊致富啊。佢成功咗致富咗，梗係我寫本書啊。失敗嘅例子大把啦。其實我覺得，因為佢一直喺度關注一啲趨勢啊，好多時候我哋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趨勢啊。之前好多咖啡店啦，包括而家最 hit 嘅肯定係人工智能機器人。咁但係關鍵呢啲所謂嘅趨勢或者風口，係咪我哋自己可以去把握咧？本身喺做投資又好啦，或者做實業咧，其實最關鍵就係一個能力圈。巴菲特其實講過就係話，你唔單止要知道自己嘅能力圈有幾大，仲要知道自己嘅邊界喺邊度。如果出咗個邊界，可能你就可能會迷失啊，或者會撞板啊咁樣樣。係咯，依家就係佢就係本身能力係做服裝嘛。係啊，而家做咗幾廿年，佢就眼紅人哋話賺好多錢喎，咁啊就做咗自己唔係自己邊界嘅嘢。如果按照啱先振雄老師講，喂，繼續咧去做翻服裝生意，我諗咧佢個流動資金所需要嘅嗰個閥值咧可以進一步降低，同時咧又將部分嘅資金咧攞翻去做金融嘅一啲投資，或者咧可能
反而係一種四兩撥千斤嘅方式。或者亦都可以去，因為而家好多嘅一啲服裝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傳統嘅行業，其實佢哋有啲新嘅模式，咁包括好似而家好多直播啦，通過直播帶貨啊、主播咁樣樣嘅一個模式，可以令到銷量嘅大增。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朋友亦都可以去即係呢方面嘅一啲係啦課程，諗下自己個行業仲有咩發展，係有啲新嘅一啲模式去做一個創新咁樣樣，亦都會有啲新嘅一啲機會出現嘅。所以如果你唔係諗住繼續喺你講緊嘅服裝行業裏邊去諗一啲制勝法門，而係要跨行當去做一啲事情嘅時候，記住全世界都唔睇好佢嘅時候，反而佢先有成功嘅機率。當全世界都睇好佢啦，你千祈唔好做，要小心啲啦。係啦。咁嚟到呢度呢，我哋提醒大家啦，如果你都有同樣嘅投資困惑、人生疑問，不妨呢同屏幕上邊嘅 QR code 上邊咧進行掃描，話俾我哋聽，到底呢你嘅問題所在係乜嘢？填寫我哋嘅問卷，話唔定下一次財源廣進會回答嘅就係你嘅問題咧。